有一个单身小姐妹啊，被闺蜜告知啊，一起去聚个餐啊，介绍她认识个朋友，结果去了才知道是给她介绍男朋友。她眼前这个男人呢，要说从外表来看啊，真的不是她的菜。本身呢，相亲这种形式她就不太接受。于是呢，等闺蜜说临时有事先走一步之后啊，这俩人就心照不宣的聊了起来。女生呢，看到这位男士穿的衣服啊，也就200来块钱的 T 恤，普普通通的，说话呢还有点腼腆，全身的装备加起来估计不到500块钱。她的内心啊，莫名其妙的升起了一股厌烦，直接就说了啊，我觉得呀，咱俩并不合适。男生就问他为啥呀？这还不了解呢，怎么就觉得不合适了呢？于是这个女生就说啊，像你这样的人啊太多了，追我的一大把，但是我们好像也并不是在一个层次的吧。于是男生就问他，那你是在什么层次的呢？女生就说自己啊是在外企做高管，年收入呢50多万，在北京是有房有车的。她表示她想找的男生绝对不是眼前这样的。男生这个时候就有些明白了啊，就顺着她说，那你是看不上我的长相吧？那好看的皮囊5、6个对象呢，招架得住吗？那些有趣的灵魂呢，人家又不找对象的。像我这种啊，能普普通通的好好过日子的人，真的是已经不好找了。这个女生就笑了啊，你可真逗啊！我要是找你这样的，那不早就结婚了吗？男生说，可是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呀，你要想好了，到底选择在宝马车上哭呢，还是选择在自行车上笑呢？有多少女生啊选择在自行车上笑了，结果呀男人还是让她哭啊。所以这些女生才想，既然都一样，那还不如坐宝马车上哭呢，这才选择了宝马车。可是现在有一个让你在自行车上笑的人，你还不满足吗？女生就接过话来说啊，你开玩笑吧，我为什么一定要选择在自行车上笑呀？我就不能选择在宝马车上笑吗？虽然我还没有找到宝马车，但是就你这个条件呀，就别给自己找理由了啊，我们真的不合适，我呢先走了。男士说啊，美女，那我懂了，我再问你一个问题，你再走呗。你看啊，以前呢都是门当户对，条件好的呢找条件好的，条件一般的呢找条件一般的，谁呢都不吃亏，谁也不占谁的便宜，对吧？而现在呢是条件一般的呢都想找条件好的，条件好的呢还是会选择条件好的，条件一般的呢还看不上条件一般的，他又够不着人家条件好的，又想舔条件好的，所以一个条件好的呢就找好几个对象，而条件一般的呢都找不到对象。你是属于哪一类呢？这个女生啊正想给这个男生发作啊怼回去，结果呢闺蜜的电话进来了，问她对这个男生印象怎么样。她说啊不怎么样啊，我遇到个屌丝，还责怪闺蜜的眼光太差了，怎么给自己介绍这种条件的男人，是不是故意戏弄她的？闺蜜说，你太没眼力劲儿了吧，这可是某集团公司继承人啊，别说人家一年挣多少，一年的花销都是你的几百倍。人家今天去参加了一个慈善活动啊，穿的普通了一些，也没有开车，你也太以貌取人了吧。嗨，我啊还特意的啊没有给你介绍他们家里的情况，怕你有压力，结果你怎么就搞成这样了呢？你们看看啊，这个时候这个女生是不是肠子都会悔青了呀？今天啊我这来了一个男生啊，跟我吐槽他最近的相亲经历。他说如果不是父母催他结婚，他呀压根儿就不想结，可是呢相了一圈下来呢，一个都不成。不管成不成吧，反正呢我也努力了，算是给父母一个交代吧。那我就问他，那你为啥就一个也不成呢？他说啊，只要他跟对方说了他的要求啊，就没有一个同意的。那我就问他，你到底啥要求啊？把姑娘们都聊跑了。他接下来说的话啊，真的是有点颠覆认知。他说，首先呢，我希望对方啊在北京有2套以上的全款房，这样的话呢，以后不用跟父母住一块嘛，少一些矛盾，对吧？啊，还有呢，我也不想一起还房贷，这个要求没有什么毛病吧？我说这个听上去啊是没毛病，但是你说的这个是要求女方的房子呀，难不成你是打算婚后住在女方的房子里？然后他理直气壮的跟我说啊，是啊，有什么不行吗？因为我们家就1套房子呀，最好呢婚后啊他们家的房子还能加上我的名字哦，我需要安全感呀，万一有一天离婚了他把我踹了，至少我还有钱在，对吗？其次呢，结婚的话我也需要他能出嫁妆啊，我父母把我养大也不容易的，他们呢也就我一个儿子，我们要是一结婚，我不就成了他们家的儿子了吗？我不能让我的父母白养我呀。婚礼的钱我们家可以出，婚后的话呢，我希望我们的财务能 AA。 这个时候我就问他了啊，那你这不就把自己嫁给对方了一样吗？他说，没有啊姐，我只是想公平一点，现在的女生不都这样要求男生的吗？
我只是换了一个角色啊，说出了跟他们一样的要求而已，但是他们就全部都不行了啊。现在的女孩子啊，这个婚恋观也太扭曲了，明明就是2个人结婚吧，凭什么买房子的是我，买车的是我，最后办婚礼的还是我，给彩礼的还是我呀？凭什么我就得给他们做提款机呀？每一步都在说钱。其实如果他们不提房子，不提车，不提彩礼啊，办婚礼的钱我们家可以出，房子首付我也愿意掏，然后我也愿意自己还房贷，婚后的房子可以写他的名字，婚后我挣的钱可以一半交给他作为家庭开销，他自己挣的钱爱咋用咋用，我也会把他当个宝贝儿疼。可是现在啊，找一个这样的女生真的是打着灯笼都找不到。要是让我娶一个成天都在算计钱的女人，那婚姻不就成了买卖了吗？我觉得呀，这围城不可轻易进的。我不想啊，等杀出来的时候已经遍体鳞伤，人财两空了。你不觉得是这样的吗？大家觉得他说的跟你们想的是一样的吗？今天我来说几句良心话啊，虽然有可能会得罪一些人，但是我还是想说出来啊，让我善良的粉丝们啊避避坑啊。找对象的时候呢，大龄的未婚男女啊，能不找啊就尽量不要找啊。这些人啊，他真的是很难搞的啊。除了一些有特殊情况把自己的年龄啊给拖大了的人，那其他的真的是啊多少都会有点问题的。所以呢，你宁愿去找一个离异的啊都行。为什么呢？就这些年做红娘啊，跟大量的这一类人接触和沟通过，你会发现啊，他们真的啊，要么就是性格有问题，要么就是对恋爱有着奇怪的观念。不管他有多优秀，都不要跟他们去纠缠啊。这个情况呢，男女都是适用的啊。大龄未婚的都会有一些问题的，他们要么就是性格古怪的，让人琢磨不透啊，情商堪忧，还特别偏执，想法呢非常的奇葩，总在用自己的想象力呢去理解人际关系。要么呢，就另外有一种人啊，他们是巨挑无比啊，这一类人呢，他是看上去呢挺好的啊，没有什么明显的毛病，但是对待恋爱呢有各种奇怪的想法，恋爱观有很多很多的 bug。 就比如说有一个男的，他的条件有100分啊，那么即使是有100分、110分的姑娘呢，去跟他匹配交往的时候，他也不怎么待见，就是将就着去交往着，因为他真正想找的呀，是一个120分往上的女孩。但是120分往上的女生呢，又看不上100分的他，所以呢，他就一直呢活得非常拧巴。谈了无数个姑娘啊，都是这个样子的结局。但是呢，你也不能说这个人他就很奇怪啊，他就很冷漠，没有真爱。这种男生的话啊，他的内心可能有一个极高的精神世界，跟火一般的热情，但是那些都是属于120分的姑娘的，不属于你。他对于你是释放不出来的，知道吗？这个就是根本的原因。其实大龄女生啊，也存在着一样的问题，她总是想找一个120分以上的男人啊。每个人跟他相亲或者交往啊，他都会挑得出对方的问题，总能找到别人配不上他的理由。所以你们在选择之前啊，一定要认真思考一下啊，千万不要痴心妄想，跟这些人会有结果。不要被他们的优越条件所迷惑，没有用的啊，纯属浪费时间啊。你就记住吧，哪怕是在1线城市，在中国当今这种主流社会啊，大龄单身男女依然是非常小众的一拨人。你就好好想一想，为什么会有那么巧的事情呢？人家千帆过尽皆不入眼，怎么会唯独等待你的到来呢？找对象还是要趁早的啊，不要把时间拖长了，不要把年龄拖大了，自己的心态都会变的，知道吗？你们说对不对？虽然我是个红娘啊，但是呢，我仍然觉得呀，人是不能为了结婚而结婚的。不管你的父母怎么催你，也不要轻易进入一个不太理想的婚姻里。其实呢，如果你真的是已经过了最好的年纪了，那我也建议你啊，还是随缘吧。为什么呢？因为你也只能随缘了，对吧？我认识一个36岁的大龄剩女啊，5年前她非常的着急，31岁的她呢被家里边催得没有办法了，她才来相亲的。那个时候呢，我觉得啊，她的综合条件确实还是不错的，个人能力很强，学历呢也比较高，人长得也很不错啊，保养得很好，很显年轻。但是呢，她这几年啊相亲路走得非常坎坷，年轻的时候遇到的男生啊都是既帅气又优秀的人，对她呢还很好，也舍得给她花钱，为她付出啊，宠她惯她，对她百依百顺的。可能呢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她觉得自己啊只要想结婚，那随时都是可以的。
根本就不愁找不到对象。没有想到自己居然沦落到来相亲了。可是呢，长相、气质、能力和自信都非常具备的他，在相亲的路上却没有那么的幸运了。首先，他的年龄相对于20多岁的女孩来讲已经没有什么优势了。这个时候如果跟人家去抢那些优质的男人，没有个更好的性格，恐怕是不太行了。但是呢，因为过往的前任们把他给惯坏了，他的性格中呢就没有那么多的忍让、包容和温柔，更多呢是挑剔、烦躁和作闹。所以呢，年龄、性格都已经不占优势了。那给他介绍普通的男士的时候他是看不上的。那他看上的男士呢，对他又比较勉强不冷不热的。人家呢有点不积极、不热情，他呢也就放弃了。自己是一点儿也不主动的。他说我从来没有对哪个男人主动过我也不会。何况主动也未必就有结果呀。但是他后来也有些反思自己，所以呢也开始降低条件了，也开始改变自己的性格了。可是他的年龄越来越大，所以他相亲的男人的条件也就越来越差。他也开始越来越失望了，因为这些在他眼里条件比较差的男人对他都没有那么热情，连吃个饭都要跟他 AA，也不可能车接车送那么殷勤了。甚至他遇到过问他打过几次胎的男的。所以后来他索性就随缘了，不想相亲了。今年我再次见到他的时候，他跟我说了一番话他说我后来满脑子都是奔前途，开始认真的搞钱、搞事业、搞学习，提升自己，不再把幸福寄托在婚姻这一件事情上了。他睡得越来越早了，也越来越喜欢锻炼，开始学习爱自己。他也不再纠结了，也不焦虑了，不再有那种自卑害怕的感觉了。他也开始学着去追求那些有意义的人和事了，变得理性，也变得实际了，不再冲动了不再冲动的去选择任何人，也不随便的开始，也不随便的结束。对于人生，他突然变得越来越清醒不再相信别人给自己画的大饼，偶尔呢也会像一个孩子一样很开心。他慢慢的呢找回了自己的快乐，不再因为别人而难过了。他也会有烦心事，但是他已经学会了怎么治愈自己。真的是晚风吹人醒，万事藏于心，花自向阳开，人无回头路。所以呢，我们是不是还是应该祝福这样的人，他们终于找到了另一种幸福，不论是男人还是女人，你们说呢？最近有个小姐妹跟我说她相亲相了3年了都没有结果，她不想结婚了。她说现在的男人好像都不想结婚，也都很不靠谱，自己一个人过也挺好的。确实都说当下的男人不想结婚，有钱的呢怕遇到图钱的，万一遇到个宅心心命都没了。没钱的呢谈不起恋爱也结不起婚，干脆躺平算了，自己挣钱自己花，他不香吗？而女人们呢，男人没钱他们是瞧不起的，那有钱的男人呢，他们又 hold 不住人家。于是在女人的群体当中就流行起来这么一些话：钱我可以自己挣，娃我可以自己生，姑奶奶找个男人添堵吗？算了吧姐妹们，我们生活在现在的社会，自己已经可以自给自足了，不需要依靠男人来完成任何事情。我们有工作，有事业，有父母和亲人，还可以生个自己的娃，人生也很完美我们完全是独立的，可以不受任何人的摆布和利用，我们自己完全可以创造自己的生活，并且能过得很好。找个男人是为了什么呢？为了婚姻吗？为了爱情吗？为了经济吗？这些都不是必需品了，对吧？我们可以自己养活自己，自己可以创造家庭，并且呢可以拥有自己的经济来源。而且呢每个女性都可以拥有一个美好的未来的，不需要依赖任何人，只需要你自己努力。未来就像一张白纸一样，你可以随意在上面涂鸦、填充、改变，创造属于你自己的色彩和图案。只要你愿意付出努力和心血，就能让未来变得更美好。所以各位姐妹们，请放下那些束缚你们快乐和成长的枷锁跨越那道门槛，去探索那个未知的新世界，相信自己，这样才能走在幸福和成功的路上。你们听到了这些话作何感想呢？他们说的到底对不对呢？我一直都认为男女是这个世界上2种元素。上帝创造人的时候呢，女人就是男人的一只手臂，这2者合到一起才是一个完整的人。婚姻是什么？总有一天你会明白，如果你选择一个伴侣，那么这个人生就有人可以跟你一起风雨同舟，一起克服困难，一起享受生活的富足，相互关心，相互体谅，相互鼓励。多一个人爱你，你就会多一份力量。
只要你们少一些相互嫌弃啊，相互背叛呀，相互算计，相互抱怨啊，相互责怪啊，那2个人的幸福总是会比1个人的幸福更有意义一些的。大家觉得是不是这样呢？最近我们的这个赘婿群活动啊，还挺多男生参加的。可是呢，几个月下来啊，成功牵手的可没有几对儿哈。为什么女人可以嫁富豪，男人呢入赘却不太容易呢？主要的原因还是有很多的男人对入赘的理解没有到位。你既然想好了要当上门女婿，那你就要想好并且做好以下这些事情。来，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哈，想上门的啊可要仔细听好了，抓住这一次可以跨越阶层的机会啊，千万不要认为男人入赘是个简单的事儿啊，它可是个智力活。想要成为一个合格的入赘男，可不是只要有一个好的身材和俊俏的脸蛋你就够了。首先，你仍然得是一个有上进心、有追求的人。你的时间啊，不能浪费在一些无望的事情上，你得有一技之长，学习画画啊，弹弹乐器啊，修理电器啊，养养花草啊。总之，你能展现你的特长和你的收获，才能有迷人的魅力。藏在家里边，等着别人给你好的物质生活，整天无所事事，挥金如土，这样的男人啊，那公主她爹怎么可能舍得把女儿嫁给你呢？其次呢，爆款男人入赘还得干劲儿十足，别以为啊娶了公主你就万事大吉了。男人入赘也得负责任，你可以帮忙打扫卫生啊，烧菜啊，洗碗啊，带孩子呀，管理财务等等这些事儿，一起分担家务活，并且呢，主动积极的提出自己的建议和想法，才能彰显你的价值啊，而不是一味的唯唯诺诺啊，那样你很快就会被看不起的啊。另外呢，交际能力也是必备的技能。男人入赘不仅仅是住在女人的家里，还需要融入他们的生活圈，记得参加他们的聚会、聊天，和他们成为朋友，展现你的社交魅力，才能让他们家人更欣赏你。当然啊，要懂得尊重女方的父母和家庭价值观，搞好家庭关系，这样呢，才能让大家更加接受你。说实话啊，入赘呢需要一个很强大的内心世界的，情商一定是第一位的。最后呢，除了优秀的个人条件之外，还要有一颗真心啊。对了啊，男人入赘啊，不仅仅是要靠脸吃饭的，还得靠实力抓住女方家里人的芳心，多关心他们，体贴他们，用行动证明你是一个好男人，做到心里没算计，真心的对待每一个家庭成员，让他们感受到你的温暖和爱意。男人入赘啊，不仅仅是技能的堆砌，更是要与他心灵相契合，忠诚、有才华、诚信、幽默、责任感等等，这些特质啊，都是让你成为爆款男人入赘的加分项。掌握了这些建议呢，相信你离成功只有一步之遥了。男人入赘啊，轻松入场，幸福无忧，你还在等什么呢？看完了这篇文案，有没有心动呢？来留言告诉我，你觉得男人入赘还需要具备哪些条件呢？快到我的评论区啊，加入我们的讨论吧。我发现现在女生找对象好像不太看重人品了，是吗？他们嘴里要找的都是有能力啊，长相好，学历高，情商高，对他好，会给他花钱，给他浪漫等等啊，这些要求好像跟人品都沾不上边了啊。要不然为什么那些脾气也很好，不抽烟不喝酒不去夜店，每天准时回家努力工作踏实肯干的男孩一般都是单身呢？他们为什么找不到对象呢？这些男生思想还特别的简单啊，不太会跟女孩去交流，也不太懂得任何的套路，大多数都是大直男，不会讨女孩的欢心，也不太会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琢磨女生的心思。而且呢，他们往往还都有自己的奋斗目标，大多数的时间和精力啊，都用在自己的事业上，所以导致他们的圈子非常小，接触不到什么女生。最重要的是，这些男生啊，一般也不会轻易的就开始谈一段恋爱。但是如果他们真的想要开始的时候，那一定就是很认真对待的，一定是要奔着结婚去的，他们从来不会玩弄感情。从一开始的时候啊，他们对待感情就会非常谨慎，考虑的呢也会比较多，性情是比较稳定的啊，情感也很专一。往往他们也是很重视家人的人，对待父母和亲人从不吝啬自己的付出，对朋友同事他就是一个正能量的载体，能给别人带来善意的帮助啊，就能开心半天了。这种男孩可能他对金钱的欲望呢不会太强，他们觉得自己认真对待生活，努力工作就行了啊，不一定非得事业有成，黄金万两。在做人做事的道德方面呢，他们是有自己的原则和底线的。渣男这个词儿啊，跟他们完全搭不上边儿。即使他们在生活中接触到了这种价值观的人，以他们的认知和修养，也是不允许自己啊成为这样的人的。
但就是偏偏有很多这样的男孩，他们反而很多都找不到女朋友，没有女生看上他们。大家来说说，你是这样的男生吗？你现在还是不是单身？来到我的评论区去蹲一蹲看看有没有缘分来找你，好吧？你想要在相亲路上少走一些弯路的话一定要跟人家渣男学两招的。所谓的渣男为什么他就那么容易让女生上头呢？想知道这个秘密，就认真看完这条视频，你一定会有收获的。他一定能帮你做到人间清醒在相亲路上少走很多弯路。我曾经采访过几位这类人物，根据他们的经验总结，以下几点你如果能做到的话你的段位一定能升级的。首先第一点就是做好自己的心理建设刚认识的女人不要去猜测她喜不喜欢你，也不要去猜测你们现在是什么关系，因为你要做到的就是没有目的没有需求。一个极度需求女人的男人他是追不到女人的。在一段关系里边，谁的情绪被对方影响了，谁就会更容易被对方吸引。情绪它是恋爱场上的分数牌，要做到理智的决定，感性的聊天，雌雄同体才是男人最高的段位。第二点就是在恋爱里边投入的越多的那一方肯定是拿不到主动权的，不管你投入的是精力、时间还是金钱都是一样的。女生对于关系她这个经营的态度就跟男生对待自己的事业是一样的。当你把某段感情或者某一个人看成是自己的人生目标的时候，这种男人他是最没出息的。因为当一个男人变成了一个女人一样的感性思维的时候，他就会胡思乱想就会失去很大的理性优势，是很难吸引到女人的。第三点不要试图去感动女人。恋爱法则也是丛林法则，慕强才是底层原理嘛。为了爱情而放弃前途，结果通常都会人财两空的。赚钱的权重不能高于家庭，但是一定要高于女人。女人对于有钱人的感情其实她不是心动她只是在妥协。这种妥协她一定会被心动吊打的。一个女人喜欢你都不是喜欢你这个人本身，而是她喜欢你的某种生活状态，她想要来一分一杯羹第四点就是新认识的女生一定比拒绝过你的女生更好追求。一定要远离那些骗过你的一次都不行。当你把一个女人当女神看的时候，她一定跟你保持距离而当你只有把她当成一个人看的时候她才会跟你谈恋爱。永远不要在女人面前主动去展示你那些缺点这个东西她换不来同情的更换不来她的喜欢。约会的时候，女生更喜欢被你安排，希望你能清楚地告诉她该做什么，她们更愿意做配合的那一方。在没有确定关系之前，千万不要轻易去展示你的过去对于自己的往事可以去陈述，但是不要去做任何的评价。每一次跟女生聊天都可以假设对方是不喜欢你的人这样你才能在心态上获得很大的一个力量。一直要做好要结束了的这种心理准备，这个心态呢能让你处事不惊。最后的一点非常的关键就是你在女人面前你展示什么你就吸引什么。如果你展示钱财，那你可能就容易吸引那些喜欢钱财的女人。你展示性格呢，可能更容易吸引一些感性的女人。你展示你的智慧那你就更容易吸引那些有智慧的女人。你想吸引爱情，那你真的得全方位的做好攻略的，从外在的形象到内在的涵养谈吐气质、才华能力还不能缺乏学习的能力提升自己的情商、爱商，在两性关系里边才会游刃有余。内心姐，一个比你自己更懂你的红娘。昨天呢，我拉黑了一个40岁的未婚大龄老处女至于我为什么要拉黑她，真的是一言难尽。就是如果我再不拉黑她，我真的感觉我浑身的细胞都得死掉一半了。她呢是5年前就开始相亲了，在别的平台她交了一次又一次的费，花了不少钱，见了不下上百位的男士，可是呢连一个愿意正常跟她交往的人都没有之前呢有过一个男生跟她聊得还不错，可是第一次约会就约她上家里去这给她气的呀，直接把对方给删除了。3年前他就找过我咨询想了解一下自己的择偶定位是不是有什么问题那会儿呢我其实很明白的也跟他说过了，我说你的择偶方向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怎么可能找不到呢？于是呢他就想拜托我帮他再找合适的人，但其实他的要求依然是没变的，他的想法依然是大多数剩女的想法要找个优质的男人，学历、收入、颜值、情商最好都能在线。
他觉得自己是国外留学回来的，有一个很光鲜的工作，收入呢也不少，所以他配得上一个优秀的男人。可是尽管我那会儿啊委婉的劝过他多次啊，尽量降低标准啊，毕竟啊年龄大了不好找，他每一次仿佛都听进去了，但是呢过不了多久啊，他又会恢复原来的想法。就这么一来二去的，我们几次沟通之后，我发现啊根本就没有效果，所以我再也没有联系过他了。可是就在前几天，他又来找我诉苦啊，说自己很着急了啊，马上要过40岁的生日了，想在这个生日之前呀，找到一个可以给他生日祝福的男人。我看着他这么着吧，觉得又动了恻隐之心啊，于是我又张罗着给他再找找呗啊，结果前边才刚刚说好的啊，可以接受离异的、带孩子的都可以，只要对方在北京有个房子就行。他说自己啊就想有个家，别的都不看重了啊。最令我崩溃的是这一次，我居然又相信了他啊！于是呢，我就在昨天我又给他推荐了一位离异没有孩子的男士啊，就比他大5岁啊，还是个博士，在体制内工作啊，很稳定，北京有2套房产，只不过收入可能没有他那么高。男士呢倒是觉得可以渐渐认识一下，于是呢，我估计啊，他能接受这个男士的话啊，这俩人可能能成。但是令我想不到的是啊，他看到资料不到30秒啊，就冷冷的回了我一句：“抱歉啊，这位我不见。”我问他为什么呀？他居然说男士条件太差了。哎呀，于是我就问他，那这么说你不是还是得找条件好的吗？于是他马上反驳我，难道我还非得找一个比自己条件差的吗？这回啊，我也被他整老火了啊！我说，那你就别在这儿做白日梦了啊！你说的那种条件好的，人家有大把的年轻漂亮女人可以找，人家找你这么大的干什么呀？他们又不是脑残，又不是缺女人。你相亲都相了这么多年了，被上百位的优秀男士拒绝过了，你怎么还这么固执呢？你那些自认为的优秀、自以为是的骄傲，不过是在那儿自嗨罢了。你就继续自我安慰吧啊！以后可别再来找我了啊！气死人不偿命真的是啊！你们说是不是大龄剩女这个人群啊？别说是男人不喜欢他们，就连女人都喜欢不了。真不是对他们的年龄歧视，而是他们这种畸形的心态真的让人难以理解。你们说是不是？最近有位粉丝问我啊，他说是不是年龄越大越难脱单了呢？我的回答是对啊。这位粉丝他是一位35岁的大龄剩男，我们来看看啊，他这些年的相亲经历和感悟。他说呢，我相亲已经有5年的时间了，相了不下50多个女生啊，结果都失败了，不是条件上不太符合人家的预期，就是长相上呢不太符合我自己的眼缘。有时候好不容易啊找到个合适点的，最后呢性格还不合，恋爱都谈不下去，也结不了婚。那随着年龄越大呢，感觉脱单越难了。他总结了一下啊，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吧啊。一个呢就是选择范围变得越来越小了。那会儿年龄小的时候呢，还有很多的人给他介绍相亲对象，虽然结果啊都没有成功，但是在相亲的路上多多少少还是有一些成功希望的。可是现在呢，随着年龄的增加，已经越来越少有人给他介绍对象了。最后一次相亲已经是1年多以前的事了啊，感觉自己已经快要被抛弃了的样子，完全没有人帮他介绍相亲了。其次呢，就是自己现在实力确实越来越弱了。我的工作一直就是在一家国企里边，每年呢就挣那点钱哈，涨也涨不了多少。年轻的时候呢，我这个条件还算可以，家里边有房有车啊，有个稳定的工作。没人介绍的时候呢，也有挺多姑娘愿意跟我见面聊聊天的。但是近几年呀，人家一听我这个条件就觉得不行了啊，嫌我收入太低了，还有房贷有车贷啊，每个月呢确实所剩无几啊，存款也不多。我也想过要不要换个工作得了啊，换个能挣钱多一点的，女同事也多一点的地方。可是呢，我多方打听之后啊，发现换了工作可能也不一定啊。收入不但不稳定了啊，单位里的姑娘啊，年龄大一点的可能早就结婚了，要么就是人家的虽然年龄大，但是要求呢仍然很高，我还够不着人家啊。那些刚毕业进入社会的小姑娘呢，可能又有代沟，聊不到一块去，甚至人家都还没有结婚的打算呢。而自己的年纪都这么大了啊，更多的时间又想着怎么多搞点钱。年龄越大呢，就越现实，不像年轻的时候了，拿着2000块钱的工资也能做着年入100万的梦。现在更多的呢是想着怎么多赚点钱呀啊！看着这么穷的自己，哪里还有勇气呢去追求女生？自己都天天吃土了，还拿什么给别人幸福呀？啊，有的时候结婚就是需要年轻的时候那种盲目的自信啊，相信自己未来会变得更好。即使现在什么都没有，依然能给未来安全感。可是到了30多岁了这种情况已经就不存在了。不仅自己不相信未来会更好，别人更不相信。所以到了我这个年龄，如果你条件好点那还没问题。
如果条件差呀，就连相亲你都没资格了。第3点啊，35岁的年纪了，像我这个条件啊，也没有资格去追求那些特别年轻的姑娘，所以我遇到的相亲对象大部分都是大龄剩女了。他们的思想性格，我真的很难去跟人家契合。我基本上无法从他30多岁的容貌去理解他那个20多岁的心态。吃饭的时候少点2个菜呀，就会说我抠门没给他夹菜呀，就说我不够体贴。讲未来的计划呢，就是给他画饼。聊天有些不同意见，那就完全是3观不合。他们对于自己的结婚对象要求并没有随着自己的优势的消失而变得更宽容这些大龄剩女结婚的欲望其实也不太高了我相信他们对于结婚并没有那么着急了，或者说他们对于自己结婚的对象更加严格了，所以我们都不好脱单了。其实35岁以后男女都一样，脱单变得不太容易了。大家觉得他分析的怎么样？